大家早安，现在是早上的10:27，然后我一天的早晨，我通常会是起床先刷牙洗脸，然后妆前保养，然后我就会坐到电脑桌前面开始看一下我今天的工作进度。那因为今天我要有2场就是品牌的活动，所以我决定就是趁这个机会来实测底妆给你们看，就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气垫。好，那我刚刚稍微把我的工作进度写完了，我们就去上妆吧。好，把头发箍起来比较精神。那今天要用的底妆呢，是我近期非常喜欢的一颗气垫，是这个 NARS 的全新超持亮颜气垫粉饼。这颗呢，虽然你们看到影片的时候才刚上市没多久，但是在韩国已经上市一阵子了。那韩国近期啊，就是统计气垫粉饼的销售数量，它是荣获第2名。那你知道，其实韩国算是气垫大国，能够切入他们市场，然后拿到第2名的成绩，其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后面会跟大家说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颗气垫。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外形，它是做这样黑色的方盒设计，所以它有个昵称叫做小方盒。那打开来呢，它一样有镜子、粉扑，还有粉蕊。那粉蕊其实我自己会习惯把这个包装留着。那这颗小方盒呢，它主打的几个特色就是持久、中高遮瑕跟轻盈粉质。那我觉得它刚好呼应到几个我们在用气垫上比较会遇到的困扰。像第一个就是很多人用气垫会担心会有面具感，就是看起来妆感比较厚重，或者是说它可能就是比较轻盈，可是就没有什么遮瑕力。那它其实就是主打说它是有一定的遮瑕力，可是又不会有那种厚重的妆感的。然后再第二个，最多人担心就是我很想要用气垫啊，我很懒，可是气垫它的妆感不持久怎么办？就是怕时间拉长就会有土石流啊，或者什么的问题。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为亚洲的肌肤跟气候而诞生的一颗气垫。然后呢，这个气垫总共出了6个颜色，我目前用的色号是 Vienna， 会写在这个气垫粉蕊的底部。那我之前其实用的同系列是稍微在前1号的 Duvio， 但是因为我前阵子去冲绳，它说海边晒黑，所以我现在就是用 Vienna 这个色号。再来给大家近看一下我的困扰，因为我本身是偏干肌，所以我的困扰其实比较在粉底的保湿度，就是不够保湿，我就会有脱皮的问题。像我最近已经开始用油了，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黑眼圈这边的暗沉，还有鼻翼的暗沉，跟最近有前阵子长的小痘痘，这边有几个痘疤，然后近看这边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毛孔跟肤色不均这样子。好，那我们就直接来上气垫。那气垫我说过很多次，建议大家都是少量多次的去上。我的用量非常非常的少，就是先轻轻的叠一层，然后呢再稍微针对局部来加强。好，上完半脸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它整体均匀肤色的效果非常的好，然后再来就是毛孔跟鼻翼的泛红都有被遮掉，黑眼圈的部分呢大概遮个50%，但是我觉得如果以我这么严重的黑眼圈可以遮个50%的话，大部分一般的黑眼圈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我还是会搭配遮瑕。然后它的妆感呢是属于比较那种雾光型，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没有什么跟我本人上妆感觉不会觉得好像我盖了一层很厚的面具，它其实是没有什么粉感跟太重的妆感的。好，再来我还是用那个 NARS 的妆垫甜心遮瑕蜜来遮一下黑眼圈，我用的色号是 Light 2.6。痘疤也遮一下。好，再来我要用这颗他们家非常有名的裸光蜜粉饼来定妆。这颗蜜粉饼它里面有附一个粉扑，但是我自己还是习惯用那个蜜粉刷来定妆。那为什么它会非常有名呢？其实是因为它的粉质。它是透明的蜜粉饼，但是它的粉质啊细到一个不行，就是非常非常细，然后带有些微的一点点光泽感。那很多透明的蜜粉啊，就是如果它是偏雾感的，就怕会影响那个底妆的光泽。可是它太亮的话，又会怕显毛孔。可是因为它的那个光泽非常的细，加上它是利用有一点点光学折射的原理，所以它可以有隐形毛孔啊、柔焦的效果，所以它在小红书上非常非常的红。那我今天就用它来定妆 T 字部位，那两颊部位我就保留让大家看气垫粉饼原始的持妆，然后一整天的表现。
镜头前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但是我一刷上去啊，我可以感觉出来我的脸在摆动的时候，它会稍微有一点点微微的光泽，可是不是那种亮片感，就是会让你的皮肤的气色看起来更好。好，底妆上完了，记录一下，现在是早上的11点25分。那等一下我会把全脸上妆完，准备一下我要出门工作的衣服，然后就1点的活动。好，化妆去。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38分。今天穿了粉色，因为第一场活动的 dress code 是粉色跟白色，所以今天难得穿了一个粉红色的上衣。然后看一下我的妆容，现在上妆3小时了嘛，可是我刚照镜子啊，发现其实跟刚上妆差不多因为我刚刚有在户外，然后又有在室内冷气房，可是我觉得这个妆啊，它依旧非常的贴。然后先不要看我的打亮好了，你看其他地方还是会有一点点光泽感，所以妆感依旧维持得非常漂亮。然后我们现在在文华稍等一下，喝个咖啡，等一下下一场活动是4点的。哇，我好喜欢这男灯哦，我们好白哦。佩佩嘞？哎，我在这里。哎，包哥，好久见。不是包哥啦。到家了，收了一堆包裹，等一下继续用电脑。好，现在是晚上的10点16分，刚刚终于顺利把影片上传完了。那拍完这段影片，我今天就可以收工啦。今天真的工作一整天，你们看一下我的眼睛血丝已经冒出来了，但是呢，我的底妆完整度是非常的高。我刚照镜子啊，就是其实从我开始试用这颗气垫到现在1个多月来，我每次卸妆都有。这个底妆真的是美，舍不得卸妆的感觉。因为你知道，有时候用到那种会暗沉或者是会斑驳啊，或者是脱妆的气垫，你在卸妆的时候只想要赶快把它卸干净。可是这个气垫每次都会让我有种美到舍不得卸妆的那种持妆度。我觉得整体持妆度大概有85%吧。我不敢说它100%，因为硬要挑的话，可能就是唇周这边还是会有点小小的微浮粉，但是我觉得不影响整体的完整度跟我自己喜欢这颗气垫的程度。那整体来说啊，它的主打诉求像持妆是没话说嘛，然后还有它的轻盈无粉感，你会发现它的妆感其实并不会到很厚重的感觉。然后我自己特别有感的2点，第一个就是它其实是蛮修饰毛孔的，虽然我的毛孔问题没有到很严重，但是我很明显感觉出来有这2侧啊，它的毛孔其实是有被填平的，因为它的贴合效果非常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它不会暗沉，你看我的粉底的颜色从早上到现在，它其实是没有让肌肤看起来暗一个颜色的感觉，所以它的这2点是我自己觉得特别加分的地方。好，最后我们照例还是帮这颗超持亮颜气垫粉饼来打个分数。首先保湿度部分呢，我会给它到4颗星，然后遮瑕度部分，我觉得大概是3.5颗星到4颗星左右。它其实是可以层层叠加遮瑕力的，但是它不会有厚重感。然后持妆度部分的话，我私心要给它5颗星，因为我觉得能够不暗沉，然后又持妆的气垫真的是比较少，然后对于干肌来说又是相对友善的，所以这颗的话呢，我觉得大概从干性肌到混合肌都可以使用。那你真的很油的肌肤，我会比较推荐在冬天的时候再用。然后很干的肌肤的话呢，记得还是要做好妆前保湿，或者是你可能比较长时间待在冷气房的话，都要做好妆前保湿。中间这段肌肤，其实我觉得用它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顶多就是你可能针对你局部需要比较容易出油的地方去加强定妆之类的。但是我不得不说，这颗气垫的持妆度跟妆感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去靠柜试试看，是我算是近期应该是今年目前最喜欢的一颗气垫粉饼，然后也是我觉得妆感我最喜欢的。那如果你说可是我觉得气垫可能不是那么适合我皮肤比较油，或者是我想要遮瑕力更好的话呢，之前他们说的这个极光亮颜粉底液，我觉得就会更适合偏油性肌一点人，或者是想要遮瑕力更高一点的人，它的粉底液的色号就更多选择了，所以我觉得你们去柜上试试看这2款底妆。
好，最后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气垫上妆11个小时后的持妆表现，是不是很惊人？然后顺带一提，我今天用的腮红也是 NARS 的那个6色腮红盘，它其实也蛮持妆的。那看完影片的话呢，别忘了喜欢这边要帮我一个喜欢，那记得点我的频道可以点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收工耶！